他不坚守自己的位置，那还要僚机干什么？017东亚区，马上回到你位置上去，马上回到你位置上去。F 组向东爬升到1500米高度，D 组继续留在900米高度巡航。听好了，这一次我绝不允许他们再搞砸了。上校，毛将军，你来的正是时候。你的小伙子们不喜欢用脑袋来飞行，他们只重视自己的胃。到底怎么回事？上校，你要去南京。周云天，好，从明天开始接替上校的职务。老师走了，教学依然进行。是。怎么着？这又开了个女部啊？啊？没想到，你干嘛那么兴奋？我当然得兴奋了。这说明男女平权、自由民主啊！别一副施舍的口气，光你们流汗吗？气象员、电报员有一个洗澡的地方，跟自由民主有关系吗？我说有关系了吗？你口气里有了。哎呀，我无知了。哎，这前几天你不是给我们上课讲日本文化来着吗？你也给咱讲讲这日本的洗浴文化呗。我怎么听说这小日本的洗澡，男女在一块儿搓呀？我跟你说，刘长林，刘爷，别太轻佻了。你还真得好好了解一下日本人的洗浴文化。日本的士兵在决死前是必须洗浴的，洗浴后不仅焚香，衣着也会不同，就连军刀的刀把上都会用白布缠着，然后会高呼“明日必死”。哦，そうですね。你以为我吓唬你呢？你吓唬住我！那谁上战场之前还不搓搓干净呢？但是要是我就不喊明日必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跟女人还没睡过觉呢。生未尽情，爱未尽兴，怎么能明日必死呢？要喊啊，那也是明日必胜。委座到了吗？没有，委座让将军先与何部长谈，都在作战室呢。
为这一天，我们准备了3年。可是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将军，别往我身上撒尿，然后说下雨了。你们在过去3年里的所作所为，你们也好意思把它称之为准备？我也是要走了，才会告诉你，意大利的飞机只是看上去很美，就连我们自己的空军也都这么抱怨。那么，祝你好运，上校。见了孩子们，请转告他们，我会在罗马替他们祈祷的。委屈诸位了。委员长在等着会议的记录。蔡老，有何高见，就请直说吧。这么重要的事，我能有什么高见？敢有吗？大家知道，委员长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吗？北平、天津。天津失守，继而就是河北，敌人由河北进山西，跨过黄河，由陕北下四川，进而进攻云南、贵州。怎么，还没看出来吗？这是一条元代忽必烈亡宋之路啊！忽必烈的骑兵由西南向东席卷，到时纵有沿海各省，可是敌人可以用海军封锁海岸呐，形成四面夹击之势，我们还有生存之地吗？为彻底的粉碎敌人的奸计，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上海开辟战场，分散他们的精力。让他们在沿海各省中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而我们的军力就逐渐西移，迁都重庆，诱敌西上。蔡老将军，这是您个人的看法还是？其实，蔡老之所言，与日前张治中将军对委座的谏言，颇有相通之处。张将军的看法是？如果我军在淞沪对日作战，应该争先一招。他认为，中国对付日本，无外乎3种形式：第一，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918的东北之役；第二，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128的上海战役；第三，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敌，也叫先下手为强。文白兄倾向，在淞沪方向，我军应该采取第3种形式，先发制人。对，是这样。据我空军前不久获得的情报，日军确实有此类想法，我们应当吸取在华北战场挨打被动的教训，迅速开辟上海战场。以上各位所言虽有道理，但京沪之间实为天下高于之地，一旦在中央的钱袋子上开启战争，那将是玉石俱焚呐！将军，此言差矣。钱是好，倘若到时性命都没有了，钱又有何用？个人如此，那国家不妨也是如此。老夫以为，委员长之所言，应为我决策之根本。
就算高于之地，如果战端已开。哎，客官，里边请啊！好，你慢走啊。小二，来一个虾仁汤饺，一个桂花藕粉。好嘞。哎，要镇江香醋啊。报告，将军，南京7号情报单位专程递交的，1个小时以前刚刚转达。去吧。嗨。给我见长谷司令。是的，楚云号已经回到了吴淞，立刻给我接通。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官汇报。司令官，是您叫我吗？孙传君，你来看看这份情报。看上去像是一份会议记录，一个对我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会议。孙传君，你现在就帮我仔细琢磨琢磨，这里边的每一句话，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支那人居然如此的嚣张和狂妄。好像我们和蒋的要员之间只是隔着一张桌子。哪儿弄到的？大罗，嗨，你现在就跟我谈一谈，你对这个计划的看法。中国有句古话，能言者未必能行。也许他们只是说说大话而已。不，宁可信其有。我已将文件的副本报送了内阁海军大臣。事实再一次证明，我的派遣5个陆军师团登陆上海的建议是无比正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剑封喉，逼迫支那人在南京城下向我们投降。如果海军大臣与陆军大臣在战略决策上能够取得一致，那当然好了，那必然是
请参谋长立即过来，到机要处见我。是。司令官。司令官，云天，你过来。南京方面已正式的启用空军国防作战计划。按计划，由南昌分别进驻前进基地。至于转场的时间和航线等，都写在给你们的命令上。明天，切记我一句话，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士一令，而军破谁死。谁啊？一看就知道是你少平组一局啊！把我的人全带过来了，有谁呀？人不多，就3桌，什么3大队、4大队的，还有5大队的，都有。少平啊，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一下。从明天开始呢，就算进入战争状态了。这帮兄弟一走，很多人就回不来了。我们走了以后，一定要到各家去经常看看，看大家有什么困难，尽量帮一帮。需要钱就尽量给。我跟留守处呢已经说好了，一切责任我来负。丈夫在前方打仗，总不能亏待老婆孩子吧？放心吧。稍后点，别跟他们说我来过了。兄弟们，今天我借着少平老哥这杯酒，表一表我们来生再见的决心，一飞冲天，杀尽日寇，以示我们今天的友情。一飞冲天，杀尽日本鬼子！拼吧！是时候了，不可以永远抬不起头了。来，数这杯最痛快，干！干！
小鬼子吧。还是那句话，天上你负责，家里我负责。我嫁你那天呀，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别什么都往里面装，那些东西我用不上。先带着嘛，带着总比不带强，万一用得上呢？让你妈装吧，到机场我全给她扔。你敢？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去打仗，不是去那游山玩水。哎呀，这些东西啊，都是老婆的爱。你说该不该装啊？我告诉你啊，我不只是你老婆，我还是你的最佳拍档。我可不想有你这么一个麻烦的拍档。你看看你，这是你一个大队长应该说的话吗？那怎么了？我问你，飞行员归你管，对吧？嗯。那飞行员的家属归谁管啊？老杜的太太马上就要生孩子了，阿宝他们两口子刚刚度蜜月回来，你说你们这一走，是不是事情多呀？这些事儿谁来管呀？我要不要管起来啊？哎，管，必须马上管起来。你说马上管就能管起来啊？那你什么意思？跟这些太太们的关系啊，得靠平时的积累。平时你看看，谁家孩子满月过生日，我不得凑个份子呀？谁家两口子吵架拌个嘴什么的，我就去给调解调解。我得管得他们心服口服。还真看不出来，我老婆还真有点领导才能啊。那你说，我是不是你的最佳拍档？是，当然是我的好拍档了。这事儿没你啊，还真不行。哎，装上，都得装上。4大队飞周口店，3大队飞南京，9大队老孟他们飞句容，我们5大队飞扬州啊！我们贼啊不明白啊，刘爷，这个仗要往哪里打呀？哪儿打那是上头的事，怎么打才是你的事儿。请进。马教员，靓女有何指教啊？刘中队，你上次朝我要的日本空军4大天王的详细资料，我帮你带来了。哦，好，谢谢谢谢。不要急，坐下说。来来来，坐。我们最后一批飞来的啦，有时间，有的是时间的啦。啊，我差一点忘记呀，老窦啊，有借我钱没有还呐？好多钱，好多钱来的。刘爷，刃磨枪不快也光。哎，他怎么跑了？啊，小广东比较热心肠。来，坐。
是这样，所谓的4大天王不过是妄称，实际的来历是日本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每年都会对飞行员进行技术竞赛。你不用说，回头我自己看，这上面都有。也好，我这个人啊，可能就是京剧看多了，所以我要了解他们的资料，跟他们过招的时候，我得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来将何人，报上名来。哎，这什么东西啊？梅花啊，蓝色的梅花。干嘛用的？我跟高大作我们俩合计了，这个作为空军的功勋标志，谁打下来一架小鬼子的飞机，就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一朵梅花。行啊，连军功标志都给自己想好了，你就那么自信？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啊？古代的英雄不都崇尚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吗？我也是。也是。啊，对了，我刚从机场过来，原本我想马上就要打仗了，那些个娇滴滴的太太不得哭成泪人啊？可没有，他们坚强着呢。那个老杜的太太就说，如果再不让飞行员去打日本鬼子，就得变成疯子了。老杜太太，那小胖子，小胖子，人家不胖啊，那么娇小一个杭州女孩，你叫人小胖子啊？绰号嘛，飞行员太太每个人都有。哎，你想知道你的绰号吗？我也有绰号，叫什么？那你得保证你听了不生气。你说来听听。他们都叫你傻威呀。什么意思啊？嗨，意大利人给咱的那个轰炸机呀。亏你们想得出来。这种轰炸机呢，极易起火，所以飞行员都称它叫飞行棺材。你瞧瞧，你瞧瞧，你不说你不生气吗？就是一个玩笑，何必在意呢？再说了，这绰号又不难听。我知道他们什么意思，一点不错。2名爱我的飞行员都出事了，这绰号太恶毒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哎，我可不是这意思啊！这要是我的意思，我就摔死了。行了，刘中队，你也不用这么指天誓日的。我以后躲着你们行不行？这下他们满意了吧？玩笑不能这么开，都是一块飞行过的兄弟。哎呦，对不起，不是时候。这是要走啊，还是？没事了还不让走？什么情况？啊？把人给怎么着了你？看你说，我还能摊上那好事？哼，哎，你也就是个射击理论家，我就奇怪了，打动一个人的心，比打那小鬼子还难啊！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呐。你怎么还没回南京啊？我得等家眷安置好了啊。对，这是个大事。眼看着哥几个一个一个飞走了，这个机场空荡荡的，这心里啊，不是个滋味。送你3句话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只要咱们敢拼，就能名垂青史。
不错，小马。这一次，你的精神面貌非常好。也是内心的纠结少了。空军的面貌一改，想的做的，也正是你想的做的。不要麻痹。尽管两党合作已成定局，但他们还是不会容忍你这样的身份潜伏在那么关键的位置上。我懂，可又不懂。你说这次，他们真的能做到上下一心、举国一致吗？对统治者的抗日诚意，我看没什么可猜忌的。全民族的觉醒，潮流所向，谁能阻挡？对，是这个道理。那就是说，这次我们真正的找到了共同的感情。女孩总是绕不过这个词，感情。我得提醒你，就你的工作性质来说，还是不要相信感情。还是那句话，这一行从不承认感情。啊，你们找到对付日本海军密码的方法了吗？没有，目前只掌握了他们的外交密码。上海的情报关系告诉我们，日本人似乎已经掌握了国军一些杂牌部队的电台呼号密码。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知道，可也没办法。那些杂牌军不肯使用中央机要室的统一密码，只使用自编的密码。有这样的事？嗯，他们有些事情不想让老蒋知道。将军，我们刚刚破译了支那陆军保安第9旅的电报，他们刚刚接到南京命令，让他们进驻第88师和第87师的营房驻地。那88师和87师哪儿去了？这2个师可是支那精锐中的精锐。电报上说，这2个师已经进入了苏州、常州。他们是往上海来了。马上把情况报告给舰队司令官。嗨。来，赶紧发出去。还真忙。不是真忙，是忙得要死。我告诉你啊，日本人刚刚更换了外交命令，他换一次命令，咱得把你走，而且还得没日没夜的向新打。是这样打了？现在是想不打都不行。日本人的鼻子比狗还灵，他已经嗅到了咱们身上的气味。你看，每次只要咱们一有想法，他们就立刻行动，而且回回抢在咱们的前头。快，赶紧发出去！这是国军在1937年破译的最重要的日本外交电报，全文如下：日本驻上海、长沙、广州、汉口领事馆，经我驻沪、陆、海、外3方乘出云号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敕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此令日本国驻华大使传阅。看来，日本要对我发动全面战争了。要在上海迎接日寇。
老实说，我没有思想准备。我和委座也争论过，是他一句话说服了我。这句话就是以空间换时间。有什么办法？这如同1812年，俄国人为了抵抗法国军队，不惜烧掉整个莫斯科。是啊，决定民族存亡决夺的生存之战，俄国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到。张治中将军刚刚派了一个加强旅，伪装进入了虹桥机场。最近还会有一些新的布置，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空军。你们在南昌的训练管用吗？这样说，委座的决策是我自甲午以来对日作战从未尝试过的战法。我们在南昌的训练主要是驱逐机的防御作战。现在要主动的制敌，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轰炸机都要从空中对地面及海上目标实施先期打击。跟我说话不要使用军事术语。是。我听你们的意思，你们的训练和委座的设想没有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作战计划我们早有预料，只不过空军的计划是要在上海方向控制制空权。又说军事术语。现在陆军让我们把重点放在地面配合。是的，是的，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外行，军事方面的事儿，你们和委员长定。大千世界，法无定法，无法法也，军事也是一样，要能适应变化。司令官，如果我们说服不了夫人，您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样一种情境？参照参谋总部对我们空军的要求，我们的轰炸机不仅要载弹进行轰炸，甚至连我们的驱逐机、强击机，甚至是侦察机也要装弹对地面进行攻击。平素我们的轰炸机都很难投中目标，这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新的姑娘。天哪，没底儿啊！司令，不但你心里没底，我也没底，整个空军都没底。我看啊，就连日本人也未必心里有底。总是和我说军事术语，总说，生怕我把他们当成厨师了。将军们都习惯了。习惯。陈纳德上校从不和我说军语，人家也有习惯，也是职业军人。依我看，任何学问，深入浅出都难。陈纳德上校就善于深入浅出，所以呀，他能和委员长说到一块儿去。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不把上校留下来呢？难道您真的想放他回美国？我们和人家订了3个月的合同，按照平常是可以续约的。可现在要打仗，而且是恶仗，现在留人不厚道啊。